另外一个重要的北约成员国就是我们谈到的德国，它的态度哦。那比较特别的部分是我们看到德国似乎对于这个所谓乌克兰的部分没有这么积极哦。不管是我们看到了之前爱沙尼亚想提供德制的武器哦，德国去踩刹车说不行哦，甚至在1月30号北约国也对外正式的说明说他们不会派遣部队去协防非北约的国家。那大家就很好奇说，为什么德国对这件事情反而相较起来好像保守一点哦？另外一个部分，当然大家很好奇哦，到底过去这个北约的这些国家对于乌克兰或俄罗斯到底做过什么事情？这可能也是一些历史的脉络，是不是也可以请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好，我先讲一下这个北约的所谓东扩问题。就是1997年以后啊，北约从以前的这个前苏联的阵营里头吸收了14个新成员国。那么这些新成员国呢，包括中欧的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那么也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就是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还包括巴尔干地区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再加上从原来的南斯拉夫联邦独立出来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和北马其顿。那如果你从地图上来看的话，北约现在已经把东方的防务战线延伸到了前苏联的国境线，就是原来前苏联的这个国境线外面有一圈东欧国家，等于是它的屏障。现在这些国家反而都是北约成员国，因此他们的防务战线就推到前苏联的国境线了。那么在波罗的海三国呢，北约的防线直接和俄国接壤。那如果乌克兰加入了北约，那北约呢，最后就把俄国的西方和西南国界都变成了北约布防的前线了。我讲到德国，他的这次德国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态度十分暧昧，他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不希望增强乌克兰的军力，给俄国造成压力。那么为什么德国如此偏向俄罗斯？这是一个西方国家都心知肚明又不愿意完全点穿的问题，那就是听起来是和这个乌克兰一点没有关系的因素造成的，那是德国选择了错误的气候政策，把自己害了。就是德国这个为了自己的气候政策而关闭核电站，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给了普京勒索他的机会，然后德国就做了大量违反北约国家集体安全的事情，以至于最后把可能勒死自己的绞索交到了普京手上，让普京有机会和本钱向北约叫板。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在北约的防务安全问题上，过去20年来实际上扮演的是一个叛徒的角色。他是欧盟的领导国，但同时他在对俄国方面他是个叛徒。那么为什么讲跟他的气候政策有关？德国是推进绿色能源最积极的国家，原因是这是西方左派政治正确的一面旗帜。他们认定说地球已经暖化了，然后这个必须要这个二氧化碳减排。关于这方面复杂问题呢，我去年这个11月底给澳大利亚的广播公司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全球二氧化碳减排和澳大利亚疑问》，我指出了其中一些荒谬。今天我就不细说，也没有时间了。那么关于西方的左派政党认定了说，煤炭和石油等等传统燃料会排放二氧化碳，会加速地球暖化，而核电呢又产生核泄漏，所以呢最安全又绿色的能源就只有3种了：太阳能、水力发电和风力发电，所谓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但是水力发电是要靠修建水电站的，大自然当中呢，能够建水电站的地方是有限的，因此要充分满足能源的需要，用太阳能和风能完全替代传统的能源是不行的，因为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成本极高，而且呢电力来源极不稳定，又很难这个发出来的电又很难储存。如果退而求其次，不用核电也不用这个化石燃料，那么就只能用大量使用天然气。其实天然气
有一部分也是化石燃料产生的。那么德国呢，是因为它地势平坦，水力发电的条件很差，所以它的水力发电所占的能源消耗只占5%，这是2000年的状况。那过去20年来，德国的能源政策非常激进。2010年的时候，它能源消耗当中再生能源占比已经提升到了19.2%，就是从2000年的5%升到了将近20%。那么德国还计划2030年把再生能源再提升到总发电量的65%，要到2050年的时候占80%。那么德国在2000年，就本世纪初的时候，核电是占30%的。然后为了配合绿色能源战略，德国政府就决定逐步淘汰核电，到2019年呢，把核电降到13.8%，而且今年年底2022年底要关闭所有核电站。这样的话，德国就必须要大量进口天然气来替代核能。那进口天然气有两种途径，一种呢是从海上运，一种用管道运。海上运天然气呢，要从美国和加拿大的海运，成本高。那么用管道天然气呢，从俄国进口成本比较低。那么这样的话，德国就走上了能源上严重依赖俄国的道路，因为它进口天然气的55%要靠俄国用管道输送，而且为了实现它这个废除核电的目标它还需要再大量增加俄国的天然气进口。所以他又修了一个从俄国输送天然气叫做北溪2号管道工程。那这里面有没有就德国的能源政策有没有国家安全方面隐患呢？显然是有的，因为他经济上高度依赖潜在的敌人，就可能把自己花钱买的上吊绳送给敌方成为敌方用来威胁自己的杠杆。本来德国是最应该有这种战略意识，就国家安全方面隐患的战略意识。因为美苏冷战时期，我们以前也讲过，德国是冷战前线长期以来受到苏联集团的军事威胁。但是冷战结束以后，德国对俄国就失去了警惕。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本来就喜欢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以对俄国的红色政权红色权贵掌控民主化，他并不反感。相反，德国还发展了和俄罗斯的紧密的经济关系。那最过分的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1998年上台那个前总理叫 Schröder， 他甚至离任了以后就直接帮助俄国这个天然气公司修建输往德国的这个天然气管道工程，后来又充当俄国石油公司的董事。因此当年美国的这个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 Tom Lantos曾经把施鲁德说是个政治妓。那么后来是默克尔上台了，他本人就是在东德共产党政权长大的，对共产党统治从来就有好感，所以他又继承了施罗德那套能源依赖俄国的政策。那么多年来呢，德国就把能源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普京就看准这一点了。他等到德国决定今年2022年废除核能，必须从俄国大量进口天然气来替代核能时刻，就在这个时刻，普京下手。他一方面大幅度给出口到德国的天然气涨价，一方面减少对德国天然气出口，那么德国的老百姓就受苦了。去年2021年德国的这个整个电力批发价格上涨140%，今年还在继续涨价。那很多德国家庭只好节省用电，一个家庭里面只用一个灯泡。那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普京是看准了德国脖子上绞索这个有可以收紧的时机，从乌克兰问题上下手。那果然德国只好下跪，他不敢谴责俄国，也不敢支援乌克兰。问题还在于德国是欧盟的主要大国他的这种立场立刻给了普京杠杆，削弱了北约团结一致对付俄国、保护北约成员国国家安全的能力。那变相的
是把其他北约成员国的国家安全出卖给了普京。换句话讲，为了德国的私利，现在北约成员国只好一起接受普京的勒索。那么现在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任总理叫 Scholz， 正面临他的危机，因为他的政党社会民主党长期以来就和俄罗斯勾结，对俄罗斯的态度非常暧昧。那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讲呢，正是西方国家试图在乌克兰问题上团结一致、结成堡垒的时候，德国前社会民主党总理施罗尔为莫斯科辩护，那么前总理默克尔又对东方心怀好感，所以也因此呢被拉出来陪绑批判。那德国有个民进周刊 Spiegel， 他说啊，目前德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障碍是总理的社会民主党。那么德国驻美国大使在一份机密信息当中说，美国现在也开始感觉到柏林在与俄罗斯的危机当中不可信任，德国与普京共眠的这个说法也开始在美国流行。那法新社说呢，这个为了高层，除了德国高层对俄国偏爱之外，德国社会上还有一种和平主义根深蒂固，所以德国有 59% 的人拒绝向基辅提供武器。所以啊，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难题在德国，而德国自己是爬进普京这个能源脚架，吊在上面，自己吊上去的。所以欧洲国家是没办法再认同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但他也不能指望德国修改能源政策，因为现在德国的这个几个政党都是坚持他们原来能源政策的，就是坚持要往这个脚架上吊。所以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现在正在严重弱化，而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呢，美国的作用呢会进一步增强。那普京现在其实也正是希望与美国谈判，他知道和欧盟谈不成。